是觉得马来西亚其实我们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这些故事呢，其实需要有很多的朋友一起来努力。今天呢，我邀请到的这些分享呢，就是从我们一开始办这个社区计划大赛的，有参与到台前，然后幕后，然后参与的团队，然后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计划这样子。我的故事应该要从 COVID 讲起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刚刚从荷兰读 Master 毕业回来，我本来只是想回来过年而已，然后结果回来就遇到 lockdown， 然后一 lock 就 lock 了很久，所以那个时候前面就处于一个无业的状态。我观察到身边的人花很多时间在滑手机，因为不知道做什么，同时外面有很多人其实是需要帮忙的，因为突然进入 lockdown， 所以我就想要怎样把利用这些很多时间手上很多时间的人的资源转移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手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 launch 了一个project 叫 Portraits of Malaysia， 然后我们的团体的名字叫 Duduk Rumah Artis 就是 literally 就是一群那时候 Duduk Rumah 不可以出去的 artist 发起的一个活动。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本来只有5个人，这个活动很简单，就是在疫情期间需要帮助的 NGO， 可能单亲妈妈或者是 KKM 也好，或者是可能难民都可以，你就把你的 receipt 给我们，我们就免费帮你画一张 portrait， 你就可以换你的 profile picture 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金额没有限，就是随喜。然后后来我们就5个读建筑的朋友就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它就好像滚雪球这样子，越来越多人参与，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portrait 全部是不一样风格的，因为就是每个 artist 都有他自己的风格这样子。然后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因为做了这件事情，我就开始认识很多 NGO， 我就知道，哎，原来马来西亚有很多其实比较没有受到大家关注的弱势群体这样子。后来因为一直 lockdown， 我就觉得，哎，我应该是回不去荷兰了，就开始找工作。Malaysian Institute of Art 做讲师，那个时候我是教Interior Architecture。后来就认识了星星村，然后我们就我自己有跟星星村做一个社区营造的那个特展，然后在做那个展览的时候，同时我就知道原来星星村也有办一个企划案大赛，我就有 share 给我的一些 contact 这样子。后来很疯狂的是，有几个学生在 final 之后的2天，就是那个星星村的截稿 ，final 之后，他们跟我讲，老师，我们想要参加这个，我讲还有2天，你可以吗？他讲我们去哦，然后就是直接去。对，这个学生。他做的东西就是他想要在他的家乡门打卡做一些 community-led 的 design 啦，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个废弃了的电影院，然后他就想要怎样把这个变成一个社区空间，怎样结合当地的产业，然后这个就是他的设计这样子啦，就是怎么利用可能当地的一些废料啊，或者甚至是他好像有讲到。他们那边有一个包馆，然后就想到可以结合包馆，然后就结合一些，这个是他们当地产业会用的一些那些篮子啊那些东西去做一些社造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那一群学生就是报名参加那个星星村的那个比赛，然后最后有进到25强这样子。我觉得奎妮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大家都被 lock down 的时候，然后他就是有一个动机想要做一点事情。那参与了过后，其实就让自己去做更多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不断的可能遇到一些跟你有这一些想法同样的朋友。那大家就可以聚在一起，再继续的滚动做一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回到去是一个很初心，就是想要为我们的社会做一点什么，而自己的专业又可以做什么。虽然现在他已经不是老师了，可是建筑公司里面的部门，他也尝试把社区这个 community 这样的一个我们讲说怎么样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可以参与公共的事务。很巧的，可能大家有很多这样的想法的，都是先来自于老师。
那我接下来要介绍这位跟大家分享，他本身也是一位老师。刚才所以依林已经有提到了，为什么是老师先？因为老师要先想办法找钱嘛，没有钱怎么做？所以我们那时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说，由老师来带头来去做，这样子游戏走入所谓的新村里面。大学生并不只是所谓的在教室里面，其实他们应该走出去。就是我们延续今天的主题 ，OK， 走出去。然后呢，其实我就和他们讲说，你是大学生的话，你如果没有和社区互动，那你读大学，我们把你培养成所谓的工具人，把你培养成罐头嘛。所以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初衷。我们希望说大学生可以是独立思考，可以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而我自己本身是从事影像教育的，我就希望说，我们如何透过影像来去和社区互动。所以这时候呢，我就带领学生们去到社区，就是我们那边叫做 Impian Emas，就是希望说学生们呢和社区里面的人互动。这样互动呢，不是只是去消费去吃一餐，而是希望说他们可以进到里面去，至少观察个几天。我要他们先观察。然后观察了之后呢，才开始进行影像的拍摄。因为首先你不认识那边的人，你怎么来去和他做一个更深入的交流？所以我希望说，透过观察了之后呢，学生慢慢就会和我回报说，这个社区里面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哪怕是非常微小的瞬间，虽然是你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嘛，生活的瞬间嘛，或者是一个非常长明的一个生活，其实我觉得这其实才是最动人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生活是由很多微细的瞬间所组成的，虽然不是什么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微小的存在，而可以看到更多很深刻的一些东西在那边。OK， 然后呢，接着下来，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读新闻系，当然我也是觉得，我也要对所谓的社区，然后对我们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受。接着下来，当然老师，我们一定要当先锋，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主题啦，就是所谓的海洋垃圾计划。那时候闹得比较沸沸扬扬的是，我们从外国进口了垃圾。为什么我们要从外国进口垃圾呢？对，我们这些垃圾都已经处理不完了，我们还要去进口别人的垃圾，然后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和学生在谈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可不可以做些什么东西？所以呢，我就带学生去捡垃圾了。我们就去捡了一些，这是迪沙路的海边。OK， 好。我们捡了多少垃圾？我们还是有称重的有分类所以这边我们总共捡了500公斤的垃圾，不只是一个地方，3个地方，我们去了3个地方，而那3个地方很夸张的你知道，甚至有人把冰箱丢在海边，冰箱听好，我们本来想要移动那个冰箱，应该没有办法，太重了，所以呢，我们又捡了500公斤左右的垃圾。然后呢，其实捡完了并不是一回事虽然很累，但是就是那天完了，我们之后还来洗这些垃圾我们把这些垃圾重新整合，做装置艺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瓶盖、吸管，所以我们洗的过程才可怕，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虫蛆你知道然后呢，清完了之后，你可以看我们用那些 polyfoam 保丽龙来去做的。刚好这个地方是要重新学校啦当时还要做成，刚好就是用来作为一个 broadcast studio。在它还没有成立之前，我就想不如我们把这空间来当做是一个展出的装置艺术空间这也就是我们洗的那个瓶罐啦。你可以看到洗完了之后，有些是我们刻意保留的，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肮脏。如果能清洗的话，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瓶罐给清洗了。之后呢，这个展出完了之后，我们并没有浪费，我们之后把它再去做回收。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做的，像我自己在做影像教育，我都觉得说，应该做社造，并不是等我们大学毕业之后才做的。你应该要灌输他们这样子的所谓，从小时候开始，然后慢慢的让他走入社区，让他对他周遭的环境可以产生一种美感，而这种美感其实是需要，我没有办法教，但是我可以让你感受。至于你能感受多少，那就是个人的造化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我们在做社区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如果是抱着我们想要为这个社区做什么，
往往你很难走得远。因为你可以看到在，有强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是在整个过程里面，他觉得最后收获的是我们自己。在社区里面，我们时常会讲的有一个东西，就叫做人文地产景。这我们要做社造的时候，都会去先盘点说，哎，这个地方的资源是什么？然后首先就是要先认识人，然后去发掘里面的文化，然后真深刻的了解那个地方。然后地方的产业经济，最后它勾画出是一个怎样的景观，所以这个是我们算是入门的一个就是需要掌握的。可是你真正走进去，你就有很多不同的感受，然后慢慢的去把自己的专业结合进来。大家，我声音有点状况 ，OK， 但是我尽量表达 ，OK， 我的故事跟刚刚 Queenie 的故事一样，要从疫情的时候说起。开始要上课，要上课。那我上的这课是什么课呢？就是公民与社会教育。那公民与社会教育在学校在北风当时候是一个新创的一个科目，整个课程设计的部分都是由老师来全权主导的。然后当时候我们就想，我们希望在他们的这个3年的培养里面，有一个部分是跟社区相关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应该要有机会让这些小朋友真正的走进社区看一看。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对我个人，或者对我的同事来说，是因为当你跟这些小孩子沟通或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大家对于他们所生活的社区是完全几乎没有认知。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看的这个社区，就是我们后来选定的一个社区，它是在学校附近，大概走路15分钟就能到的一个社区。然后这个社区它非常靠近学校，它是在 UNESCO 马六甲的这个 UNESCO site 的一个外围，就是 buffer zone 的一个地方。然后它这个社区它非常的丰富多元，它有很多很漂亮的这种高脚屋，可能都是上百年的历史，但是没有被发现、没有被看见、没有被记录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社区，我们第一次真的是带小朋友进去的时候，他们是根本不能想象，原来他活着的地方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聚落的。OK， 后来从他们的这个回馈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们因为后来做了很多采访嘛，他们是第一次知道哦，在这个社区里面有一间豆腐厂，它的豆腐很好吃。那个豆腐厂就在他的家对面，他没有去过 ，OK。然后可能里面有很多庙，然后他们后来都养成一个习惯，每次考试就去拜求签，去问事，他们自己去了，然后就会跟我讲老师哪个比较灵，然后你要去哪里这样子，然后他们非常熟那些拜的流程，真的很厉害。然后他就让你看到说，通过他们从一个完全不了解这个地方的人。变成真的活在这里的人，活在这里的意思是，你的生活跟他有关，跟他有关就是你在里面买菜，你在里面吃饭，你在里面有很多文化的活动，然后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刻意的。其实所有的原生聚落或者是新村也好，几乎都是乐龄人口比较多的一个社群，所以在长吉拉其实也是。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到有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事情，就是这些小朋友他平常根本就不太愿意，连他爸爸妈妈跟他讲话可能不太要回，但是因为他要做这个 project， 他就非常主动的去跟老人家讲话，而且老人家讲话你知道是很恐怖的，他可能跟他约的是3点哦，跟他讲说3点半可以结束，不可能，没有5点是不可能走的，就是要到你下一餐要吃饭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走，所以他们都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可是孩子从来没有抱怨，他拿回来那个录音的 file 非常大。我还会要求他们哦，你不可以只听，然后记录资料不可以，你要誊录所有的对话。所以2个小时的这个对话内容，他可能要花1个星期来誊录，所以是很恐怖的一个工作量。可是他们乐此不疲，就是后来会议结束了，他们自己觉得，哎，我去采访的这个资料不够，我时间不够，我之后要做导览，这样是不足的。他们自己后来还去补了。然后去补了每一份资料也是完整的誊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在教学里面我们觉得很开心的一个收获，就是
你看到他的主动性跟积极性，他真的想要做好，他真的想要认识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我觉得马来西亚人有一种默契，就是说，靠政府可能我们会等很久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自己先动起来。所以我们当时在做这个台马社造这样子的交流的时候，我们其实想到的是，我们不只是跟台湾的一种学习，就是一直是学别人的而已。我们更多时候是看别人怎么做，可是回到来是我们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国家，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社区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找自己的出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告诉自己说，我们要跟台湾交流的是，我们也要让他们看到我们马来西亚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尝试说，把整个马来西亚过去不同时代开始的那些不同的社区运动、社区活动来做整个整理，把这个社会发展的脉络给整理出来，那就有了把它做这个记录，有了这个网站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那个策展人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人，是我们找来当代艺术空间，就是 Lost Gen 的主持人两性。台湾那边他们整理的蛮清楚，就是他比我们更早之前已经整理出一个脉络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到，其实我们两国之间的那个相当的相似啊，因为就是1945年，它其实就是二战的结束，然后开始了这个独立运动，然后像1949年这个台湾就蒋介石就退守台湾嘛，所以他们的历史也大概从那一边1945到49之间这样慢慢开始，所以他大概第一个阶段他放精神啊，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很白色恐怖戒严的时代，然后很管制很威权的一个时代啊。我觉得这个网站相当有趣了啊，虽然是不是说称赞我们这做的网站，可是我觉得是很值得去看的，而且很精简啊。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惊蛰咯，社会的戒严开始慢慢解除，然后人民的意识开始出来，然后很多一些比如说原住民的复兴文化复兴运动啊，那些都慢慢的开展出来啊。OK， 关于马来西亚这边我其实我并不是非常有很深的研究啦，可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理解跟接触的一些人的讨论哦，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注解了，因为我觉得说马来西亚的对于这个社会这个社区的活动或者社区这个状况哦，它其实是跟这个社会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它是两个是互相影响的。从这个一开始的可以往下这个网站有双语了，未来可能会做一个，所以它其实是1945年到1969年啊，就是左右思潮啊，我们就是左派右派，然后就是国民党跟国共的一个战场啊，这延伸哦。其实很多人大概不知道，我们其实马来西亚也是受这个国共的一个抗争战争，然后一直延续到马来西亚这边去，然后社会的动荡啦，就是尤其是这个马共的一个运动，然后有这个新村这样子的一个组成，所以它其实整个社会是很不安的啦。马来西亚经历了这个经济状态，然后各个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新村的组成，然后人民被逼大量的迁移到很多文化的流失，然后还有就是但沙捞越那边也有一些这些土地的法典啊，然后一些他们的那些内部的一些问题的存在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通过了这个1969年的内安法令的一个内安法令，最主要当年成立其实是也要是对付这些所谓的颠覆国家分子啦，但这个细节可以慢慢再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读完哦，因为我的工作就是看到一个大的方向，然后大概讲这年代社会会是一些什么东西必须要进来，所以我们有一群很庞大的一群很厉害的 researcher， 包括 Queenie 然后楚军也很厉害哦，就安排了，他们有讲300场，我好像是没有啦，就是多少场啊，90多50-60场的访问 focus group 讨论，然后找了很多资料，然后我读到眼睛都要花了，开会开到12点，然后孩子就会跑出来想，爸爸要睡觉，他们应该有听到。我们后来在做社区的工作，我们就蛮强调的，就是要做记录这件事情。
不管是文字记录、影像记录。然后因为我们真的觉得这样的记录可以让我们真正了解我们怎么走过来，那个脉络其实很重要。那我们过去可能就是刚才两性讲的嘛，就是都是民间发起的，然后那个草根力量最有韧性的时候呢，恰恰就是政府做得很不对的时候。简单来讲，就是当时那个就反政府嘛。我们为什么反政府？就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出了问题。那我们要提出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样子。所以明贤就做了很多这样子的尝试。那过去可能大家都觉得民主社会，这个在民主社会里面呢，我们当时没有改朝换代嘛，没有政党轮替。那我们现在在过去的5年，不小心就轮替了2次，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到底这个民主的意义要怎么样的生根？那个社区里面要怎么样的去让更多的这些自主的声音，这种力量可以被发现，然后讲出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那个当我们在谈论这个社区民主化，它这个民主不再只是说投票日投票这件事情了。那我们过去支持的这样的力量上来，它可能也未必是真正有这个民主和自由这样子的这种理念。那当现在我们以为换了政府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好像都没有解决到的时候，那民间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怎么样持续的开展下去呢？所以我相信刚才各位分享人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参与的故事，也有给大家一些的想法。我希望说今天是谢谢想要生活节，让我们把我们社区想要做的事情借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我们接下来就是继续的让我们这个内容更加的丰富，让我们的马来西亚真正想要的样貌是由我们一起去拼凑的。感谢大家的时间，谢谢。